这是乐高最近半年以来评价非常高的一款小比例科技组超跑42173和42184科尼赛格 Yesco。从推出这种同款换色套装来看，乐高自己对这款套装呢，应该也是充满了信心。确实，除了在外观面上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的那种高完成度，在功能方面还有非常创新的旋翼门设计，以及这个级别的套装通常也都具有非常不错的重复可玩性。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款套装的具体表现。先看包装，两款彩盒完全一样，连车子的视角都是完全一致的。不过仔细看的话，并不是同一辆车做的 PS 换色。左上角可以看到年龄定位是10岁以上，彩盒背面也同样如此。除了通过背面视角展示了旋翼门功能，下面的3张图示则是进一步展示了转向联动、发动机联动以及差速器等内部设计。中间呢，则是原型车的关键数据，可以看到综合输出功率呢是达到了1600马力。虽然零件数只有801片，但却足足分了7个大步骤。要知道，2年前零件数3800片级别的42143法拉利 SP3，作为超旗舰级跑车呢，也只是分了7个大步骤。所以这辆车的找件会非常的轻松。拼搭手册一本，两辆车同样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在手册末尾呢，可以看到2页彩图，除了右边的原型车对比，左边的这张彩图其实就是把彩盒背面图片拿来再用了一次，稍显敷衍。拼搭步骤一共是有217步，步均3.7个零件。最后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小张，除了颜色不同，两款套装呢也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拿白色的42184来拼官套，稍后再拿深灰色的42173来拼 M Longer 的 F1 套内。V8 发动机使用了全新的4368和4369曲轴活塞组合，同时使用6号十字轴连接件创建出了90度的气缸角度，也是和原型车保持了一致。这里看一下底盘结构，手动转向动力从车顶下来以后，通过一组12:12的齿轮组连接前轮转向结构，后轮则是通过中间的差速器直接连接中间的 V8 发动机。全新的4368和4369曲轴活塞组合拼出来的发动机，可以看到确实是非常的顺畅。这里是这款套装最精彩的旋翼门联动结构，需要实现的联动效果是，当旋翼门旋转，整个车门呢也要向外移动。可以看到，整个装置由4个模块组成，包括黄色十字轴充当的导轨模块，固定在底部的齿条模块，黑色87408和22961组成的平移模块，以及连接车门的齿轮组模块。当车门旋转，则通过这枚米黄色的12齿齿轮带动这枚与齿条啮合的黑色12齿齿轮旋转，也就是实现车门向外移动的联动效果。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枚蓝色和一枚绿色的零件，看起来似乎是起到限位的作用，但实际上在这里呢，只是作为角度标定或者说辅助拼搭的用途。在手册第47页也可以看到这里的特别角度提示。不过有一个问题是，如果按照手册这个角度的话，那么在成品阶段，车门将会出现无法完全关闭的问题，至少并不能够关闭到乐高手册末尾所展现的这个闭合角度。这是因为当车门关闭到这个倾斜角度还算比较大的角度的时候，平移模块就已经会和内部的这枚浅灰色的后孔壁发生抵持，无法继续向内移动，进而阻止车门进一步旋转。那么有一个参考的解决方案是，在当前的这个镜头视角下，我们可以把这枚米黄色的12齿齿轮顺时针旋转1个齿，也就是30度。修改后呢，可以看到车门关闭的状态就和手册中保持一致了。不过缺点是，车门打开以后的角度会小一些，并不能像之前那样做到几乎垂直的状态。这里可以看到，整个后盖开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铰链结构，而是设计了一个4边形连杆。在后盖打开的时候，可以实现整个后盖轻微向后移动的联动效果，避免在开合过程中和周围的科技面板发生干涉。除此之外，整个后盖的角度创建呢也是非常精彩。这款 Yesco 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4个小时，最终拼好的成品长28厘米，相对于原型车的比例大概是1:17。得益于这几年乐高科技面板逐渐小型化的趋势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子在外观面上呢，基本没有什么镂空的破面，只有前轮眉后方靠近车门这里，为了给旋翼门开合让出空间，有意的做了一点空位。另外，我们也注意到，这位设计师相对来说应该不是很排斥砖块类零件，我们可以在前盖、两侧车门、侧裙、中控台、车身后部等位置看到一些砖块类零件的应用。
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深灰色和白色两款成品的对比，那么大家更喜欢哪个颜色呢？功能方面，转向联动，转向非常灵活，也没有异常的干涉。前后盖开合，其中前盖直接打开就可以直接保持打开的状态，后盖打开后呢，需要利用到发动机上面的支撑杆。然后是行驶与发动机联动，可以看到这个联动状态确实是非常的丝滑。最后是两侧的旋翼门开合，就像评测中提到的，如果按照手册拼的话呢，车门会有一点不能完全关紧。那么其中白车是我们调整后的，灰车呢是按照手册拼的。当然这个方案呢也并不完美，这里也只是作为参考哦。在牢固度方面，日常的正常把玩是没有问题。不过两侧的 A 柱并没有做角度固定，所以如果不小心碰到的话，它可能会掉下去。最后来看一下这两款套装的重复可玩性，对于这个级别的套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。那么目前在 Rebreakable 上，这两款套装分别是有17款和25款套内作品，涉及到包括 F1 赛车、越野车、卡车、老爷车、F14 战斗机、直升机，甚至还有变形金刚等各种题材。那么我们这里来看一下，仍然是由老玩家比较熟悉的套内大神 M Longer 带来的这款 F1 赛车。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转向结构，其中并没有用到齿轮和齿条。手动转向动力仍然来自车顶，通过一组12:12的齿轮组完成连接。V6 发动机同样使用了全新的曲轴活塞组合，不过气缸角度使用的是3号十字轴连接件，角度是157.5度。差速器则是做了舍弃，通过一组12:12的齿轮组和右侧车轮连接。好了，那么最后拼完以后，这款套内呢会多出来像这样的半盒零件，成品外观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样。F1 赛车该有的前翼、端板、前鼻、人字拖、侧箱、尾翼等各个模块呢，全部都是做到了搭建，甚至还做到了前窄后宽的轮胎。另外测试下来，除了功能表现正常，在牢固度方面的表现呢也没有问题，可以说日常把玩也是没有压力的。好啦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这两款套装的具体情况，大家还想看哪款套装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，拜拜。